大家好，我是会长，欢迎来到会长妄言。上一期罗塞塔与会长妄言，短短7分钟内，硬生生的被会长挖下了数十坑。那么接下来，会长将在4个视频里填上以下的坑洞。这是罗塞塔石碑问答1，绘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公元4世纪，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毁坏了埃及的许多神庙。此后数年，这些遗迹成为了该国占领者的采石场。在法国人发现石碑以前，罗塞塔石碑一直被当作建筑材料，成为奥斯曼帝国堡垒城墙的一部分。其实，按照考古学的惯例，罗塞塔石碑以他发现的地名拉希德命名，这样的话应该称之为拉希德石碑。根据相关的记录，发现石碑的法国士兵却将阿拉伯语拉希德一词误译成了罗塞塔。这样一来，这块石碑在西方就有一个以讹传讹的名字——罗塞塔石碑。久而久之，就连出土石碑的那座建于15世纪的拉希德城堡也被改称为罗塞塔城堡了。可能有人不解，在上期我说的是朱利安堡，这是因为1799年7月19日阿布济尔战役的前几天，法国人就占领了这座残碎的城堡，而在之后的时间里进行了更加彻底的重建。而法国人为了纪念1798年8月2日逝世的一名叫做托马斯·普罗斯伯·朱利安的上尉，之后就被更名为朱利安堡。故朱利安堡这个并非是堡垒之前的名字。现在能够确定的时间是，石碑是在1799年7月，尼罗河西岸的部分分支的左岸旧的堡垒修建土方工程时挖掘发现，但是在目前的数据记录中无法确认具体的确切日子，通常将日期固定为1799年7月19日，而在14日至25日之间的日期也都可以采信。所以如果你仔细查询相关的资料，可能会查询到不同的时间。而官方记录发现石碑的是一名叫做弗朗索瓦·布沙德的一名法国工程兵军官，他在参军之前做过木匠、商人，还当过老师，而他也因发现罗塞塔石碑而闻名。布沙德在发现石碑之后，立即通知了恰巧在当地的雅克·弗朗索瓦·梅卢将军。在次月，布沙德将石头运到开罗供学者们检查。关于这段发现，很多人都以一个士兵有点文化逐级上报之类的文字描述，或者直接跳过这个人物。实际上并非如此。而布沙德为什么能够有一定能力的判断力，认定石碑的价值，以及如何及时的送往开罗，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下一个问题我会一并说明。1798年，拿破仑征战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埃及和叙利亚之后，激发了欧洲，特别是当时的法国，爆发了一场埃及狂热。对于古埃及的迷恋似乎已经影响了西方的各个领域，文化、建筑、艺术、电影、政治，甚至宗教各个方面。这种影响甚至到今天，比如金字塔或木乃伊相关的影视作品。这样说感觉是不是就很明显？而华盛顿特区著名的方尖碑、华盛顿纪念碑、旧金山第2高的摩天大楼泛美金字塔大厦，也都是受这种影响生成的。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拿破仑远征埃及时，他制定了前所未有的研究埃及的计划，从历史学、天文学等诸多领域精心挑选出了167位学者，组成了一支庞大的科学艺术考察团。学者们负有收集和研究埃及历史和古迹的重任，他们在开罗就成立了一个埃及研究院。而在这167名学者的姓名和简介目前都是可以查询到的，但是另外也有数据称是175名学者。布沙德为什么能够判定石头的价值和最快时间内送达到开罗？会长经过仔细的深入挖掘，才找到这样一份资料：1798年7月4日，布沙德来到埃及，他隶属于机械画家，并受命于研究埃及的手工艺，是科学与艺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。因为疑似文化研究之后，他于1798年11月28日晋升为2等工程兵中尉，并离开了科学与艺术委员会。之后他被任命负责重建朱利安堡。所以石碑的发现与运送、考察团人数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释。不枉会长我一番苦苦追查，
要不要点赞评论哪一波？本期罗塞塔石碑的问答暂且告辞。想知道罗塞塔石碑有多少块，实际记录了什么，为什么有希腊语，可以查看罗塞塔石碑问答2。喜欢会长内容的朋友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评论和转发。